这款游戏绝对是 COD 系列单人战役的巅峰，它不仅继承了黑色行动、悬疑烧脑的优点，也是第一个画质开始飞跃的系列作品。无论是大规模战争的场面，还是未来战争的各种无人兵器，始终都让玩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新鲜感。角色塑造的饱满程度，也让本作塑造了一位最有气质和魄力的反派，可谓是整个 COD 系列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反派角色。但他各种穿插的剧情和影响剧情走向的选择，让许多玩家至今都未能搞懂这款游戏到底讲了什么。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 COD 系列的巅峰之作《使命召唤：黑色行动2》。本作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未来的2025年，彼时的世界各国已经开始使用军用机器人、无人武器和载具等高科技武器作为主要军事力量。但这种强大的科技成果，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一个名为幻星之日的极端组织，想要利用网络攻击的手段，挑起漂亮国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这里咱们就简称为外国。漂亮国为了调查这个极端组织，于是便派遣了前作主角梅森的儿子小梅森前去拜访父亲的一位老战友伍兹。原来当年伍兹并没有和克拉夫琴科同归于尽，因为手榴弹脱落，二人因此都没有被炸死。但克拉夫琴科却将伍兹俘虏。之后伍兹花了数个月的时间，才侥幸逃出了监狱，并重新回到了漂亮国的军队之中。现在小梅森找上门，也是因为伍兹和老梅森等人曾与幻星之日的极端领袖劳尔梅南德斯有过不小的恩怨，而故事也随着伍兹的回忆缓缓展开。时间回到近40年以前，在梅森阻止了德拉格维奇试图利用星星6号毒气摧毁漂亮国主要城市的计划以后，梅森便退休并娶妻生子，但老婆却死得早，只留下了儿子小梅森与自己相依为命。可好景不长，老上司哈德森携手漂亮国国家居委会的人前来请求梅森这个最强单兵再次出手。原来是重新归队的伍兹在安哥拉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总部失去了联系。尽管儿子小梅森非常不情愿，但伍兹毕竟是梅森一同经历过生死的老战友，如果换作是伍兹，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梅森。不久后，梅森与哈德森来到了安哥拉，由于这里的两股势力分别由漂亮国和巨熊国所支持，所以二人找到了盟友萨文比。恰好此时敌对势力开始了反扑，毕竟是求人办事，梅森二人只能参与进了双方的冲突之中。随着盟友萨文比一声令下，这场战斗也正式打响。梅森与友军一同向前推进，漫山遍野都是向着自己这边冲来的敌人。为了取得制空权的优势，宝刀未老的梅森径直飘向了上空。他先是从高处摧毁了敌人的迫击炮阵地，随后他掏出火箭筒对敌人展开了空对地火力压制，而哈德森也驾驶武装直升机摧毁了敌方的重型装甲。在梅森的协助下，敌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他们很快便赢得了胜利。盟友萨文比也爽快地说出了伍兹被一名十分危险的极端军火贩所俘虏，并极有可能被关押在附近的一艘极端运输船上。事不宜迟，梅森立马与哈德森顺着河流开始搜索。就在他们发现运输船的同时，一枚火箭弹也击中了他们的飞机，梅森只能被迫跳到了船上。有了足够的输出空间，这些极端分子也就不足为虑。随后二人打开了船上的一个集装箱，终于在里面发现了无所事事的伍兹。此时的伍兹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来不及感叹兄弟你瘦了，他们立即带上伍兹，准备前往附近的村庄，用那里的无线电寻求支援。此时村内的极端分子也在四处寻找他们，梅森只有尽可能避免冲突，一旦被发现，后果可谓是不堪设想。凭借风一样的潜行技巧，梅森悄然来到了一处小屋之中。他本打算制服眼前这位老实的村民，可这人正是未来那个幻日之星的极端领袖劳尔梅南德斯。此时年纪轻轻的梅南德斯就已经展现出了自己可怕的心理素质，他直接一拳摧毁了无线电，这个举动反倒给梅森整不会了。恰好几名极端分子走了进来，梅森只能挟持梅南德斯以寻求脱身的机会。梅南德斯也是一个狠人，他毫不犹豫地拉开了一颗手榴弹。梅森见状大惊失色，梅南德斯趁此机会想要反制梅森，而他的手下竟悍不畏死地扑到了手榴弹之上。随后他抽出匕首一刀刺向梅森，强如梅森也没在他身上占到多大便宜，只是一枪打下了梅南德斯的右眼，并赶在爆炸之前逃出了房屋。极端分子很快便追了上来，梅森只能与哈德森和伍兹一同撤离到了河边，可一架直升机却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本以为走投无路，但直升机却对赶来的极端分子发动了攻击。原来是萨文比及时赶到，离开前一名极端分子一枪打伤了哈德森，好在缓过神来的伍兹及时击毙了这名敌人，他们这才得以安全撤离。也正是这一次命运的邂逅，让梅森与梅南德斯结下了梁子。之所以梅南德斯处处与漂亮国作对，是因为生在尼加拉瓜的他在儿时就曾目睹了漂亮国扶持的当地势力残害他的同胞，但厄运专挑苦命人，一场地震让梅南德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仅仅1年之后，一个唯利是图的漂亮国人为了骗取巨额的保险金，完全不顾被困在仓库里的梅南德斯和他的妹妹，故意纵火点燃了整个仓库，最终导致了妹妹被大火严重烧伤。陷入无尽绝望的梅南德斯本打算就此离开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但妹妹却用微弱的声音阻止了他的行为。梅南德斯从此下定决心守护妹妹，他也将会用自己的一生让漂亮国付出代价。之后梅南德斯便与父亲靠着贩卖极端面粉变得有钱有势，一跃成为了尼加拉瓜的传奇人物。但漂亮国却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派遣特工暗杀了梅南德斯的父亲，这反而让梅南德斯对漂亮国的仇恨更加深入灵魂。此后他便
成为了一名极端军火犯，并开始支持那些反对漂亮国的势力。而俘虏伍兹的也正是梅南德斯，他不仅杀害了伍兹的战友，还将伍兹折磨得不成人样。经过这件事，伍兹心中也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不久后，伤势痊愈的伍兹与梅森一同前往了西亚某小国，希望能够从当地首领的口中得知梅南德斯的下落。而外国的一名特工赵天也将帮助他们与当地势力接头。在营地与老上司哈德森见面后，众人来到了当地首领的面前。哈德森直接开门见山向首领介绍起了这两位人形自走弹药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这两个手下可以打一个师，但首领却显得不是很开心，因为他们即将面临来自熊国的进攻。眼见大战迫在眉睫，首领也只能半信半疑地相信了他们。随着熊军开始进攻，众人骑上战马向着前方杀去。梅森单手持毒刺导弹，径直杀向了熊军的坦克。凭借战马的机动性，敌人想要锁定梅森异常的艰难，但梅森却能在战马之上疯狂喷射毒刺导弹。面对突然翻盘的局势，熊军立马出动了天骑坦克，想要一转颓势。梅森他们可丝毫不惧，照样骑上战马向着前方冲去。毕竟是威力巨大的天骑坦克，仅仅一炮便将梅森打下了战马。好在伍兹及时赶来，并把梅森送到了天骑坦克的上方。就在梅森准备将炮弹扔进驾驶室的时候，消失已久的克拉夫琴科竟然再次出现。梅森的脑海里再次想起了雷泽诺夫说过的话，但他还是强压心中的怒火，暂时摆脱了克拉夫琴科，将炮弹扔进了驾驶室中。随着天骑坦克被摧毁，克拉夫琴科被他们带回去审讯。可就在伍兹进行审讯的时候，杀死克拉夫琴科的声音不断回响在梅森的脑海。好在梅森狂按 F 才抵抗住了这股冲动，而克拉夫琴科也供出了他卖过武器给梅南德斯，并且梅南德斯在 CIA 都安插了卧底，见再也问不出有用的线索。伍兹直接一枪让克拉夫琴科甜甜的睡了过去。但下一刻，当地首领却背叛了梅森和赵天等人，原来他也是梅南德斯的人。四人就这样被扔在了沙漠之中。就在他们奄奄一息的时候，梅森却看见本该死去的雷泽诺夫再次将他们救了出来。可事后据其他人回忆，救他们的是当地的两位热心市民。为了尽快抓捕梅南德斯，漂亮国买通了巴拿马的军阀波罗脸。在波罗脸提供的人手和情报下，梅森、伍兹与哈德森一同前往了梅南德斯位于尼加拉瓜的宅基地。此时梅南德斯正在房间内照看自己的妹妹何塞菲娜。这位心狠手辣的一方枭雄在与妹妹相处的时候，也不由得露出了他内心软弱的一面。然而就在下一刻，波罗脸的手下一拥而上，控制住了梅南德斯。谁料其中一名士兵朝着妹妹何塞菲娜就走了过去。士兵在见到妹妹的面容后，竟将之一把推倒。见到这一幕，梅南德斯瞬间暴走，径直冲向那名士兵，直接帮助士兵永久注销了账号。其余士兵见状，强行麻醉了梅南德斯。当梅南德斯再次醒来，军阀波罗脸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原来波罗脸并没有彻底投靠漂亮国的意思，他还想靠着梅南德斯捞到更多好处。梅南德斯可管不了这么多，波罗脸害得妹妹受伤，那么他也得为此付出代价。但妹妹何塞菲娜的尖叫声却让梅南德斯放过了波罗脸，他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一心只想救回自己的妹妹。一路上都是前来阻拦他的士兵，士兵手中的子弹完全无法阻拦他的脚步。满腔的怒火让梅南德斯暂时忘记了痛觉，有枪他便向着前方不断扫射，没有枪他便与敌人近身搏斗。另一边，梅森等人也向着宅基地杀去。当他们发现暴走的梅南德斯后，也意识到了波罗脸背叛了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来到了房间内。哈德森一把控制住了梅南德斯，但伍兹却在见到仇人以后彻底丧失了理智。梅森见状不妙，本想阻拦，但陷入疯狂的伍兹也不管哈德森是否在旁边，一头撞开梅森后，他直接拉开了手榴弹，并朝着梅南德斯扔了过去。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宿命的弧线，竟直接弹到了妹妹何塞菲娜的房间。梅南德斯本想上前补救，可却为时已晚。一场爆炸过后，何塞菲娜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至于梅南德斯，则被放进了裹尸袋。可殊不知，梅南德斯不仅被波罗脸所救，并且还会为他们设计一个巨大的圈套。因为在他失去妹妹的那一刻，梅南德斯对于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丝人性也被彻底磨灭，复仇成为了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时间很快来到了1年之后，漂亮国发现梅南德斯和波罗脸竟再次出现在了巴拿马，漂亮国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于是这一次，哈德森负责指挥，梅森和伍兹则与海豹突击队前去抓捕波罗脸。行动过程非常的顺利，二人很快便杀进了波罗脸的房间。可波罗脸却显得异常镇定。更加奇怪的是，哈德森下令让他们带上波罗脸前去另一处地点，用他作为人质交换俘虏。尽管他们觉得事有蹊跷，但作为一名士兵能做的只有服从。于是伍兹带上波罗脸前去交换人质，梅森则前往另一处地点提供掩护。当他们来到指定的码头后，哈德森却下令让伍兹除掉眼前这个蒙面的俘虏。伍兹却感觉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可碍于哈德森的命令，他只能应付着向俘虏的腿部开了2枪。然而就在前去查看俘虏的路上，波罗脸却显得越发得意，伍兹也将会看见他毕生难忘的一幕。What are you looking so smug about? The fuck i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here? No. Mason! You bastard! Fuck!
下一刻，梅南德斯从暗处走了出来，甚至毫不留情地用散弹枪打断了伍兹的双腿。原来这一切都是梅南德斯设下的圈套。为了达成目的，他绑架了哈德森的孩子，逼迫哈德森下令诱使伍兹狙杀梅森。梅森一行人就这样被梅南德斯抓住，就连梅森的儿子他也没有放过。梅南德斯也很讲道理，那就是用一个人的命保全其他人。家里有2个孩子的哈德森本不想让孩子失去父亲，但因为背叛了队友，让他心中愧疚不已，所以他用自己的命换来了伍兹和小梅森生的希望。梅内德斯也并没打算杀死2人，因为他要让伍兹和小梅森和自己一样，感受失去至亲与手刃至亲的痛苦，让2人的余生都在自责与忏悔中度过。至此以后，沦为残疾人的伍兹便代替梅森将小梅森抚养长大。而时间也回到了2025年，小梅森不仅成为了海军中校，还超越父亲，成为了新一代最强男兵。在小梅森听完了伍兹的回忆后，他们也准备着手开始调查唤醒之日这个极端组织。于是小梅森与队友哈普前往了位于缅甸的深山之中，他们利用纳米手套吸附在岩壁上，并通过摆荡的方式来到了另一处悬崖之上。在与另外2名队友萨拉查和克罗斯比会合以后，4人化身红牛敢死队，径直跳下了悬崖。依靠着滑翔翼短距离飞行的能力，他们冒着摔骨折的风险，平稳地降落在了梅南德斯的极端据点。这些极端分子显然已经不像多年以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装备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高科技武器，甚至能够利用光学迷彩实现极端隐身。在小梅森看来，这些脆弱的极端分子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小梅森带领队友很快便杀进了地下的极端研究所，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名极端研究员。经过哈普的一番安抚，这位回头是岸的研究员不仅告诉了小队梅南德斯正在研究一种稀有的噬元素，甚至还亲自带领小队前往研究室，将由噬元素制作的量子纠缠设备交了出来。梅南德斯计划利用噬元素创造的蠕虫病毒来发动一次大规模网络攻击，而这个计划的名字似乎被他们称为孽障。研究员这说得起劲，一发子弹便打开了他的话匣子。面对敌方的极端支援，小梅森等人只能再次向着外面突围。好在布里吉斯上将带着友军及时赶到，小梅森也终于对梅南德斯的计划有了一些眉目。不管敌人有什么极端阴谋，噬元素都是关键。数个月后，根据偶然发现的情报，小梅森与队友哈普前往拉赫尔，在躲避了卫兵和无人机的视线以后，他们再次发现了梅南德斯。通过远距离录音的方式，竟得知他正在寻找盟友一同对抗漂亮国。梅南德斯其实也早就发现了有人在偷听，见行踪败露，小梅森与哈普赶紧向着外面撤离。好在队友萨拉查入侵了一架极端无人机，为2人清理出了一条撤离路线，而队友哈普脸上不幸被火焰灼伤，本以为安全抵达撤离点，但小梅森却碰见了当年与父亲梅森并肩作战的赵天。现在的赵天已经从一个小人物成为了由多国组成的军事联盟一把手，目的就是为了针对漂亮国。在得知了小梅森的目标只是梅南德斯以后，赵天索性也就放过了他们。回到总部以后，通过之前留下的线索，他们发现研究员提到的孽障极有可能就在位于开曼群岛一座人工打造的度假中心之内。于是小梅森、哈普、萨拉查3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了这个度假中心，这里戒备森严，靠着总部的黑客技术，他们才能带上武器顺利通过安检。就在哈普与小梅森分头行动的时候，哈普却意外撞到了一个杀马特。接着小梅森与萨拉查来到了下层，在与守卫打好关系以后，他们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小蜘蛛机器人。小蜘蛛穿过通风管道，在工作人员那里要到了视网膜识别码，小梅森这才顺利的进入了控制室。通过搜索孽障的相关资料，他们发现原来这个孽障并不是什么秘密武器，而是哈普之前意外撞到的那个杀马特，名叫克洛伊。来不及多想，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带走克洛伊。小梅森很快便来到了克洛伊所在的俱乐部中，穿过纸醉金迷的人群，小梅森顺利找到了克洛伊。他们试图说服克洛伊离开，但此时梅南德斯的副手却带着大量的极端分子赶到。心狠手辣的副手随便抓了一个女生，以此胁迫克洛伊现身。心地善良的克洛伊只能站了出来，但也因此暴露了小梅森等人的位置。他们只能先行躲避敌人的极端扫射，但想要从小梅森眼皮子底下带走克洛伊，那肯定是痴心妄想。这群极端分子也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他很快便追上了副手，见副手胆敢还击，小梅森迅速将其击毙。他们也成功解救了克洛伊，而这个杀马特竟然是一名专业的黑客。梅南德斯想要尽快发动网络攻击，就得依赖克洛伊的专业知识，但哪怕是失去了克洛伊，最多也只能减缓他的进度，但却无法阻止。之后在克洛伊的帮助下，他们发现梅南德斯计划在4日对漂亮国和外国的主要城市发动大规模网络袭击。与此同时，上将也发现了梅南德斯正在也门，小梅森立即带领小队出发。而在梅南德斯的身边，漂亮国也早已安插了卧底法瑞德，但梅南德斯也早就意识到组织中出了叛徒。不过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无所谓。卧底一路跟着梅南德斯来到了外面，这里已经聚集起了大量的极端分子，他们对梅南德斯的极端崇拜早已到了狂热的程度。此时漂亮国的海豹突击队也赶到了这里，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梅南德斯在极端分子的护送下先一步离开，卧底很快便透露了他的行踪。当卧底再次见到梅南德斯的时候，他早已埋伏在此，并拿起火箭筒将前来阻击的战斗机击落。而小梅森的队友哈普也被极端分子从里面拖了出来。梅南德斯或许早就意识到了卧底就是法瑞德，他直接将手枪交给了法瑞德，让他亲手干掉哈普，证明自己的忠诚。法瑞德别无选择，只能咬牙扣动了扳机。而小梅森也在此时赶到，将眼前的极端分子打散。之后小梅森来到法瑞德面前，尽管他心中悲愤不已，但他也明白法瑞德别无选择，强忍心中的悲痛。小梅森一路向着梅南德斯的撤离点追去，他手持火箭筒，不断向着顽强抵抗的极端分子进行地毯式轰炸。面对密集的火力覆盖网，极端分子被掀飞了数十米远。小梅森也顺利逮捕了梅南德斯，但梅南德斯始终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而在另一处看不见的战场之上，漂亮国早在抓捕梅南德斯之前，就已经派人除掉了敌视他们的赵天，并将赵天组成的军事联盟瓦解。而外国的总统也表示会与漂亮国
国成为盟友。之后，梅南德斯被带往了漂亮国的航空母舰之上。面对审讯，梅南德斯只愿意和小梅森坦白一切。无奈之下，小梅森只能来到了审讯室。可这位枭雄却并没有坦白从宽，而是跟小梅森唠起了家常。然而就在下一刻，航空母舰却遭到了大量极端分子的攻击。小梅森见状，赶紧让萨拉查看好梅南德斯，一旦给机会，他一定会俘虏萨拉查，并用萨拉查的生命来要挟自己缴械投降。可就在他转过头查看的功夫，萨拉查就已经被俘虏，自己说的话硬着头皮也得负责。小梅森就这样被队友坑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梅南德斯早已逃走。不仅如此，极端分子也攻进了航空母舰之内，这可把小梅森气得不轻。他径直向着外面杀了出去，并一路清扫入侵的极端分子。由于自动防护系统瘫痪，上将只能命令手下重启系统。然而就在技术人员开始重启系统那一刻，梅南德斯也出现在了服务器机房外面，一切都为时已晚。梅南德斯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来到了上将的身后，并将之挟持。关键时刻，藏了很久的萨拉查大显身手，反手击毙了2名队友。原来萨拉查就是梅南德斯安插在 CIA 的卧底。当萨拉查准备抬手击毙克洛伊的时候，之前那个卧底法瑞德用自己的生命为他挡下了这一枪，克洛伊也被打晕了过去。虽说萨拉查是个卧底，但好歹还算有些良知，他还是希望梅南德斯能够饶上将一命。掌握大局的梅南德斯索性也就放过了这位上将，而他的阴谋也彻底浮出水面。他将自己右边的假眼取下，将之打碎以后，里面的4元素芯片也露了出来。通过这枚芯片，梅南德斯将病毒上传到了航空母舰的系统之中，以此控制了整个漂亮国的无人机和定位系统。原来他早已将所有人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被小梅森抓捕也是他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为了下这一盘大棋。小梅森赶到时，梅南德斯早已离开了这里，卧底萨拉查则选择了缴械投降。没有时间废话，小梅森赶紧追了出去。当他来到甲板之上，自家的无人机已经对他们开始了进攻，航空母舰之上的战斗机还未起飞就已经被摧毁，就连舰身也快要招架不住。即将沉没之时，所幸之前与外国的结盟，大量的外国战斗机出现，帮助漂亮国守住了为数不多的航母。数个小时后，梅南德斯操控无人机向着正在举行会议的洛圣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漂亮国总统在内的众多首脑。所幸的是，小梅森早就守护在了总统身边，面对突发情况，他们立即开始带着总统向着安全的地方转移。此时的洛圣都漫天都是梅南德斯操控的无人机，并且还有大量极端分子来到了城内。在这种危机时刻，小梅森也终于展现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极端分子和重型装甲能够扛住小梅森的无限火力。他甚至还亲自驾驶战斗机护送车队免受极端分子的攻击，并协助友军战斗机击毁了大量的极端无人机，他们也因此艰难地抵御住了这波攻势。然而梅南德斯对其他城市的攻击却不会停止，好在漂亮国很快便锁定了位于海地的无人机信号源头。小梅森再次随空降部队来到了海地的上空，可极端分子早已在此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炮。小队在降落的过程中，友军的飞机和空降部队可谓是损失惨重。小梅森凭借过人的心理素质，躲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射击，大部队终于来到了地面。只要占据了地面优势，那便是小梅森的主场。他带领小队迅速冲进了敌人的极端指挥中心。小梅森本想重新夺回无人机的控制权，但系统却早已被锁死，而梅南德斯也出现在了屏幕之上。那些极端无人机也已经抵达各大城市的上空。或许是梅南德斯想要从根本煽动全世界对于漂亮国的看法，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让这些无人机自毁，给全世界看了一场充满寓意的烟花秀。即便是这样，只剩下残兵败将的漂亮国也还是无法与极端分子抗衡。此时小队也发现梅南德斯换上了漂亮的制服，正试图从这里逃出去。小梅森见状立马奋起直追，完全不顾脚下倒塌的建筑，终于在出口附近发现了梅南德斯。他毫不犹豫抽出匕首，一刀刺中了梅南德斯的大腿。这位失去了所有的极端分子就这样在老仇人梅森之后被他的儿子彻底抓获。小梅森也没有选择杀掉梅南德斯，因为他知道只要梅南德斯一死，那便会激起全世界极端分子的极端情绪，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梅南德斯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而就在不久后，伍兹却再次看见了自己久违的老战友梅森。原来当初伍兹设计他的腿部，让梅森侥幸捡回了一命，但梅森失踪的数十年去了哪里却不得而知。而小梅森也得以在时隔多年以后再次与父亲团聚。或许这就是两代最强单兵的再次交汇吧。回到梅内德斯这边，由于克洛伊破坏了极端分子意图通过病毒攻击全世界的计划，本打算借此机会越狱的梅南德斯就只能在电视里看着克洛伊对自己言语羞辱。这位抛开了一切的复仇者，最终也只能以这样的悲剧收尾。当然，玩家的选择决定了剧情的走向，狂魔也只是选了一条完美的结局路线来讲述。还希望看完的观众能够多多点赞，嗓子都已经哑了。那么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